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这个是半斤。昨天呢，我就发了个视频跟大家分享我昨天的一个遭遇啊，就是我的那个机械硬盘坏了，里面呢有4000多 G 的这个素材都困在里边，就是没法恢复。我个人是没法恢复啊。然后呢，很多网友都给了我一些安慰的话，特别感谢大家。然后呢，还有很多网友都给了我一些很有用的建议啊，比如说呢，要准备 NAS 在家里面做备份。其实呢，我今天早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 NAS 啊。有的人说使用群晖的 NAS， 但是我对这个不太懂啊，还是研究了半天没搞明白是怎么个回事。然后呢，我自己就想了一套方案，就是怎么去接下来做我的数据存储啊。因为我想着机械硬盘它不太可靠，就稳定性不太好，安全性也不太好，所以说我就买了这个闪迪的2T 的 SSD 作为一个热处理。平时呢，我就使用这个 SSD 作为存储的一个介质，然后呢，存储满了之后，我再把它挪到我新买的西部数据2T 的这个机械硬盘上边。因为呢，希捷的硬盘我已经不太敢使用了，所以说我就买了2块2T 的比较小容量的这个西部数据的机械硬盘，作为我的一个冷处理吧，算是。我这样子处理的话呢，就是能够大大减少机械硬盘的使用次数，增加了这个 SSD 的这个使用次数。但是呢，最终数据还是存储在机械硬盘里边。因为我也听取了大家的这个意见了，就是说机械硬盘它是可以恢复的，但是 SSD 损坏了之后是没法修复的。所以说两者都结合起来，一个做冷处理，一个做热处理，我相信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案。然后今天呢，这个棘手还是下雨天啊，就是天灰蒙蒙的。现在先带半斤下去遛一遛，然后呢，遛完半斤之后再去超市买点东西回来煮着吃。因为上一次呢，有网友给半斤打赏了鸡胸肉，当然了，昨天其实我也有给半斤煮啊，只是说昨天的素材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呢，今天再去买一些回来煮。今天还有个网友呢，推荐了一个头条上的数据恢复专家给我，让我找他去做这个硬盘的数据恢复。然后呢，我去询问了他呀，他说把硬盘寄过去，让他做数据恢复就好了。价格的话呢，要看这个硬盘的具体损坏的情况而言。买了2块西部数据2T 的硬盘，我还买了块莱斯的作为损坏硬盘的存储盘，然后还买了个闪迪的 SSD 2T 的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应该比我以前这样子存储数据的方式会好很多。以后呢，我也会更加谨慎的对待这个数据的安全了。我把半斤的狗牌从脖子上面取了下来，放在这上面了。要是走丢的话，这样也方便别人看到。然后呢，那个 GPS 锁是挂在这个位置的，固定在它的这个背带上边。带半斤出来遛弯了，嘿，我一拍它，它就赶紧跑快2步。我到了棘手市，感觉每天都在下雨啊，就没有一天是天晴的。路上都是湿哒哒，走吧。半点你就在酒店里面待着啊，我现在要出去超市买点东西，买你吃的东西啊，乖点，知道吧？乖乖待着，知道吧？因为酒店附近没有超市啊，打了个车过来这个超市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买了一条排骨，待会回去煲胡萝卜汤。谢谢。半斤，来进去。你知道有你的吃的是吧？还摇起屁股来了，马上给你煮。回来第一件事呢，就是给半斤煮这个鸡胸肉。等下半斤先吃饱了先啦，是吧？刚刚呢，我收到一个新的快递啊，给大家看看新到了一个什么东西。水鞋。以后我出去那些田地里边啊，去拍乡下农村的时候就不怕啦。再也不怕鞋子湿，再也不怕冷水冻脚，太棒了！这个感觉好舒服哎，去哪里都很方便。下大雨也不会怕了，现在下雪都不会怕。
别说下大雨。我现在呢，准备先切一下这个鸡肉啊，给半先煮起。这是生的，你吃不了。关键这是生的，也不能吃，好吧？来，走开，我要切了，要切到你。把它切开，煮得快一点。这刀很锋利啊，一切就成块了。这个刀有点小，没法这样子一把抓。嘿，把这个肉弄开一点。好嘞。这个胡萝卜也切一下。半斤把嘴巴这样子打开，就代表他很想吃。这胡萝卜待会就高压锅压烂它，感觉已经熟透了，起了很多肉末在这里了。把这个汤也一起给半斤喝了。给半斤倒点汤汁，现在只需要等它凉了就可以了。最近呢，有网友告诉我说，希望呢我少拍一些生活日常的片子，多拍一些风光人文大片，不要忘记自己旅游的初心是什么。其实不管我是在国内自驾游，还是在国外的背包游，我拍摄的都不仅仅是人文风光的，还有更多的是旅途中一些生活日常。比如说在国外的时候，我在大街上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，然后吃到了什么好吃的美食，我都会拍下来，也要跟大家分享的。所以说我并不会拘泥于哪一种形式，我只会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按照自己的风格去拍摄，随遇而安，随机应变就好了，不一定要拘泥于哪一种形式，只要是有趣的、值得跟大家分享的，我觉得都可以拍摄下来的。其实绝大多数的网友都很支持我拍摄的东西啊，就是不管是生活日常，还是这个风光人文影片，都是一如既往的支持。所以说很感谢每一个网友的支持，才能让我们有动力走到今天。现在给这个排骨焯一下水。应该很快有的吃啊。半斤的鸡胸肉还没有量好。也有网友说啊，我跟半斤很可怜。其实呢，我觉得我跟半斤并不可怜的，相反呢，我觉得我跟半斤还是很幸福的。因为呢，我们在旅行的道路上有30万人，有40万人在背后在默默支撑着我们，在支持着我们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选择做自媒体的原因吧。而且能够把一份快乐转化成30万份快乐、40万份快乐分享给大家，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当然了，这一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意外，遇到各种艰辛，可能会吃不好，可能会住不好，睡不好。其实每一个职业它都是不容易的。我喜欢自媒体，我喜欢旅游，所以说我出来自驾游的话呢，我是很享受每一天，很享受每一个时刻的。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我跟半斤很可怜，半斤怎么想我其实不太清楚，但是呢，我自己是很享受这旅途中的日子的。我觉得半斤应该跟我也差不多，其实他只要有的吃，有主人的陪伴，对他来说就是最快乐的。因为狗狗唯一的亲人就是主人嘛。因为狗狗呢，它不会有很物质的想法的，它不会说你必须有多大的车子，必须有多大的房子，只要你有给它足够的陪伴就可以了，狗狗就会很开心的。当然，前提是要给它吃饱喝好。半斤的这个鸡胸肉我看看还是挺烫的，但是有点温了，待会儿再凉一会儿它就可以吃了。对于狗狗来说，有肉吃才是最开心的。刚刚收到个包裹，看看是什么。也有网友建议我用这个粘毛的这个东西，叫做什么？粘尘纸，用来粘半斤的狗毛很方便，所以我就买了2卷。到时候直接在我的那个床垫上面滚一滚就好了，太方便了。半斤的这个鸡胸肉已经凉透了，来，半斤。放着你慢慢吃哈。他先把那个汤汁给喝了，喝干以后他再吃肉。半斤很聪明的。看看我的汤，哦，我的汤也好了。哇，好香！
因为汤我还没有加盐，所以先给半斤夹这个排骨，让它吃。把这些胡萝卜都夹给半斤吃好了，半斤喜欢吃。好了，剩下的我自己吃。哇，还是自己烧的汤好喝。太久没有喝到骨头汤了，太好喝了。以后如果住酒店到了大城市，我一定要每次都煲一下这个排骨汤或者煲鸡汤吃一下，感觉味道跟吃起外卖来特别不一样，真的是好喝多了。本来我打算明天就出发的，但是呢，我买的这个固态硬盘还没有到。没有硬盘的话，我的那个数据拍摄到的素材都没地方放了，所以说这个就比较郁闷一点。拿到硬盘了，我就马上出发，带大家继续自驾游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欢迎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半斤，过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。来，趴这里，这里，对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